只有装上了核弹才会有存在感。伴随地球联合军发展历程的钢铁巨舰机动战士高达 SEED 设定解说。阿伽门农级宇宙母舰，也称为阿伽门农级航天母舰，是地球联合军自组建以来一直服役的一款宇宙型作战舰艇。该型宇宙舰艇全长有300米，尺寸基本与水面舰艇里的超级航母相当，所以在当时已服役的各型宇宙舰艇当中，阿伽门农级属于是最大的宇宙舰艇。不过这第一的位置很快就被来自奥布曙光社建造的大天使号所取代。但在地球联合军中，阿伽门农级自服役以后始终保持着核心的位置，具体体现就是地球联合军各个宇宙舰队的旗舰基本都是由阿伽门农级来担任，而在武装上，阿伽门农级也显得比较突出。最显眼的就是2座双管 Mk71型225厘米口径戈德菲尔特高能光束加农炮，其炮口口径均远超于对手扎夫特服役的各型宇宙战舰，这使得阿伽门农级在舰炮对轰的战斗中就可以凭借大口径舰炮所带来的火力优势来压制对方。不过扎夫特的作战模式已经转向机动战士，利用机动战士超强的突防性能，就可以轻而易举撕开地球联合军舰队的防线，所以地球联合军已经很难再依靠大舰巨炮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尽管阿伽门农级在这几个位置设置有防空火神炮，所输出的火力也足够击破扎夫特的机动战士，但机动战士都带有装甲防护且机动速度很快，加上阿伽门农级没有装备防空导弹，仅靠防空火神炮对机动战士难以构成威胁，因此整体上的防护水平较低，需要其他舰艇提供保护。当然，作为跟航空母舰一样的宇宙母舰，最主要的战力是来自于自身搭载的舰载机。为此，阿伽门农级在内部设置有机库，并相应设置了配套设施来方便 MA 进行出击和回收。其中，舰载机出击的运作方式与航母有些类似。当阿伽门农级搭载的 MA 要出击作战时，两侧的弹射轨道就会展开并启动运作，其发挥的作用与航母装备的电磁弹射器一样，都是通过电磁进行加速辅助，以便短时间内让所有搭载的 MA 完成放飞。而在回收方面，阿伽门农级在侧面突出的后方设置了返回的入口，不过返回的入口相对较小，所以在进入时需要放慢速度以避免发生碰撞，然后在地勤人员的指引下降落停靠，但整个过程显得比较缓慢，反而是扎夫特的宇宙战舰采用了航母的回收方式，也就是通过设置阻拦索来回收机动战士。这一方式无需降低机体的速度就能稳定着舰，因此扎夫特宇宙战舰的回收效率要更高。另外，在阿伽门农级船底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舱门，这个舱门一般是换成空降地球的交通工具使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弃舰时，舰上人员也会使用这个舱门方便加快逃离。剩下的是舰桥这个部分，也是跟航母的舰岛一样，集成了舰艇航行、作战指挥和航天调度这3大功能，所以在舰桥人员的指挥操作下，就能让阿伽门农级和舰队的秩序保持稳定运作。但阿伽门农级的舰桥存在较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太过于突出且自身提供的防护不足，很容易被对方突防近身给予致命打击，所以在战斗中都会部署在交战距离之外，避免过于靠前遭到对方的突然袭击，留足空间让外围的战舰及时协防。虽然阿伽门农级自身搭载的舰载机也能提供保护，但是一开始阿伽门农级所搭载的舰载机还都是名为莫比乌斯的 MA， 其性能要远低于扎夫特大量服役的机动战士金恩，因而地球联合军在多场与扎夫特的战斗中始终被扎夫特压制，难以通过阿伽门农级取得优势获得胜利。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人称智将的杜安哈尔巴顿所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就是 CE71年2月13日开始的近地轨道之战。而这场战役的目标就是掩护马留拉米亚斯率领的大天使号空降到阿拉斯加。然而这场战役他们遇到的对手是由克鲁泽率领的扎夫特特混舰队，尽管这支舰队是为了追击大天使号临时拼凑而成，包括舰队规模方面也比杜安哈尔巴顿指挥的第8轨道舰队要小，但是这支特混舰队有由红衣驾驶员组成的克鲁泽小队压阵，加上他们还有刚夺取的新型机动战士高达，这就反而使扎夫特在这场战役当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结果战役一开始，地球联合军第8舰队的防线就被扎夫特冲得七零八落，没过几分钟，处于外围的作战单位就被扎夫特一一消灭。战役开场没多久就遭受到如此重大打击，
这即使是智将的杜安·哈尔巴顿也会倍感压力，但他没有因此恐惧而选择退缩，仍亲自率领剩余战力继续与扎夫特奋战，坚定不惜所有代价也要保住大天使号，包括旗舰阿伽门农级、莫涅拉奥斯号在内也压了上去。最终在拦截扎夫特其中一艘奋勇发起突击的罗拉西亚级战舰时，两艘宇宙舰艇在近距离互相对轰的过程中，因受损严重纷纷坠向地球后直接炸毁。就这样，杜安·哈尔巴顿在这场战役当中阵亡。虽然阿伽门农级在常规作战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但可以通过舰载机携带核弹具备核打击能力，这对扎夫特来说属于是非常巨大的威胁。为此，阿伽门农级还在这几个位置设有核弹的装填口，以此来方便核弹快速装上阿伽门农级。当阿伽门农级内部装满核弹了以后，就会展开核打击任务。像开战之初就爆发的血染情人节惨案，就是由一艘名为罗斯福号阿伽门农级来负责发起的。结果 Plant 的尤尼乌斯7农业殖民星在遭到核打击后就迅速瓦解崩溃。尽管扎夫特很快使用中子干扰器进行反制，成功限制住了地球联合军的核弹，避免了再次被核打击。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推进，地球联合军得到了反中子干扰设备的技术资料，让核弹得以重新启用，投入到战争当中。于是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地球联合军组建了由维利亚姆·萨扎兰德率领的核攻击队。很快该核攻击队在战役的开始阶段成功摧毁了扎夫特固若金汤的波亚兹要塞。尽管很顺利给予了扎夫特重大打击，但也让扎夫特彻底愤怒，选择拼死抵抗。再加上有3舰同盟的全力阻止，将核攻击队后续发射的核弹全部拦下，使得地球联合军这个核攻击队的核打击全部落了空。当地球联合军主力舰队在战斗中全部损失殆尽后，缺少护卫的核攻击队也跟着被歼灭，一艘接着一艘的阿伽门农级宇宙母舰被炸了个粉碎。就这样，核攻击队就此全军覆没。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第2次亚金杜维战役开始之前，地球联合军就已经批量装备机动战士，并投入到了实战。为此，阿伽门农级宇宙母舰也搭载了机动战士，但是还没有实现将所有 MA 莫比乌斯全部换装。所以在这场战役里出现了莫比乌斯和强袭短舰混用的情况。尽管阿伽门农级可以直接搭载机动战士进行作战，但终究是个依据 MA 的尺寸和规格进行设计的舰艇，所以这必然会存在诸多不适用的问题，从而影响自身战斗力的发挥。因而在战争结束后就对阿伽门农级进行了改进。于是从 CE73 年开始，地球联合军就全部更换了新改进的阿伽门农级。可以看到阿伽门农级的前半段造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将原来两侧莫比乌斯用的出击口改成了适合机动战士使用的尺寸，并且为了适应机动战士的高度，原来比较扁平的前沿这个部分进行了加高处理。在经过这些改进了以后，阿伽门农级宇宙母舰就跟对手扎夫特的宇宙战舰一样，通过配套的弹射器辅助机动战士出击，就可以短时间内将所有机动战士放飞，投入到战斗中去。而剩下来的部分则跟原来一样。倒是时间进入到 CE75 年了以后，地球联合军对阿伽门农级的武装进行了加强。在对比之后，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阿伽门农级有在剑桥后方这2个位置增加了2座近防火神炮，用来填补后方射角防卫的空缺。接着是在剑桥正前方和2侧这几个位置新增了多个导弹发射装置，而原先这2侧的近防火神炮也更换成了其他威力更强的武装。这样阿伽门农级整体的防卫模式也就变得不再单一。相比之前的阿伽门农级，可以说阿伽门农级再次改进后的战斗力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给人武装匮乏显得比较孱弱的印象。只可惜在反对 Foundation 王国发起命运计划的战斗中，改造后的阿伽门农级并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反而是地球联合军刚与对方交战没有多久，就遭到了来自镇魂曲的毁灭性打击。结果整个地球联合军的宇宙舰队就这样被镇魂曲所发出的巨大光束全部一扫而空，使得这场反对 Foundation 王国命运计划的作战遭遇到了重大挫折。直到由基拉率领的 Compass 重新组织战力进行决战，地球联合军这才重新组织力量，与 Plant 和奥布这2家势力共同对抗 Foundation 王国。就这样，直到这场战役结束，